別以為標準全協議就是全能，可以省心。45瓦這個級別，把 PD/PPS 調校扎實，就已經是合規全兼容。把溫控做穩定，把線材和做工做靠譜，能長期跑穩，熱了也不掉鏈子，這才是真正的省心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這期我們來拆樂利之美第3代45瓦的全協議。測試片裡它最矛盾的點非常的明確，在部分真實設備場景下表現不穩，但是標準負載下它又能夠持續的輸出。這通常不是一句兼容性差能夠解釋的，可能涉及到協議實現、V-bus 控制、保護閾值以及熱控降額策略的綜合取捨。所以拆解篇我們按照老規矩把證據攤開，它到底是設計野心太大，還是調校沒有做到位？拆開見分曉啊！首先，我們給這根線材做一個拉力測試。經過3次拉力測試啊，3次平均下來僅僅為36.3公斤。我們現在把這個線把它剖開看一下啊，線材裡面沒有任何屏蔽措施，紅色線、黑色線、正負極線這3根小一點的線為數據線纜，線芯內部裡面還有抗拉纖維，但是外面沒有屏蔽層，線材的外皮也不是主燃材料，而且燒起來非常的臭。2個 Type-C 頭剝開以後，內部是有一顆 eMarker 芯片的。這顆 eMarker 芯片型號為332，廠家來自深圳匯能台半導體。這家公司2015年成立，專注於智慧能源控制技術研發。這個芯片本身是支持 PD 3.0 的20伏5安，跟我們測試片檢測到是一樣的啊。這根線材抗拉結構的缺失，屏蔽的缺失，外皮還不是主燃的，這就叫寫得很猛，用得很虛啊，兄弟們，對不對吧？我們現在就是對這個充電器本體做個拆解啊。還是那句話，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，請大家不要模仿。這個是裝飾板，外殼直接撬開，內部有白膠把充電器粘在這個殼子上面的。我們把內部的主板把它推出來，這一邊橡皮泥一樣的東西，這跟山寨充電器裡面用的這個是不是差不多的東西啊？這個麥拉片會不會太短了一點？初次級的隔離根本就沒有起到作用啊！2片導熱歸支墊，折疊插腳它是通過簧片這樣的卡在這個小板上面，折疊插腳的連接簧片是鐵質的啊。充電器內部的膠我都把它清理乾淨的啊。這個充電器內部的 PCB 一共有3片啊 ，EMI 輸入這裡有一塊，充電口小板有一塊，主功率路徑這裡有一塊大的 PCB。單純這樣看的話，內部空間餘量還是很足的，並不是沒有空間，但是這個料用的還是很省的。還是老規矩，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模塊，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況。這台45瓦全協議充電器的電路，從用料來看啊，它走的是小體積高集成、成本優先的路線。純負載輸出它能頂住，文波也可以壓住，說明它並不是完全做不成電源。問題就出在它最想賣的那張牌全協議，它握手時能點亮大功率的快充圖標，但是各種調檔、功率回退、反復重協商的表現，這些表現更像是協議承諾走在前面，硬件餘量跟在後面喘氣。所以拆解篇我們重點看電源平台的功率餘量，把證據擺出來。這台到底是寫得太猛，還是做得太省？馬上見分曉。先從輸入端說起，交流試電進來，第一道關口就是深圳良盛電子的貼片保險絲做過電流保護。
良盛電子2002年成立，專注保險絲、氣體放電管等電子元件。跟着就是一顆抑制共膜干擾用的小型共膜電感，再往後就是一顆深圳沃爾德實業的貼片軟恢復整流橋，規格是3安1000伏。沃爾德實業2010年成立，專注半導體分立器件的研發銷售。整流後的高壓母線濾波用了2顆深圳創意新科技22微法400伏高壓電解電容。這家公司為小微民營企業，2018年成立，沒有官網。2顆電容再配合公制插膜電感，把插膜噪聲和母線紋波再壓一層。主電源平台用的是 QR 和風氮化鎵主控，型號為 OB2734D， 廠家來自上海昂寶電子。從這款芯片的資料明確的可以看到，官方建議的功率是36瓦，在這裡做成超額45瓦輸出。上海昂寶電子2004年成立，長期專注模擬及混合信號 IC 設計。充電器的變壓器初級引腳4個，次級2個引腳輸出，最後是安規與反饋。安規 Y 電容來自東莞威迪電子，這家公司1986年成立，主營電容器研發、製造、銷售。光偶用的是 817C， 來自深圳奧倫德，這家公司1998年成立，主營光偶、隔離驅動與傳感器等。這一章節我們看次級電路同步整流控制芯片，用了上海昂寶電子的 OB2009A 芯片內置整流 MOS， 輸出濾波用到2顆深圳創意新科技的固態電容，規格是220微法加上680微法，耐壓都是25伏。測試片裡2個充電口的紋波都合規，跟這裡的輸出端用料是直接相關的，至少在輸出紋波這條線上它沒有擺爛。協議控制用到一顆私印被打磨掉的 MCU， 所有的私有協議程序都是寫在這顆單片機上面。市面上所有的破解的全協議充電器基本上都是這種方案做的。它的協議握手圖標報得很猛，但主功率級是跟不上的。直白的說，就是單片機內部的協議程序都是大功率的協議代碼，但電源平台只給你一個36瓦的小底盤。當這個程序把它當成大功率的私有協議去調度的時候，就會出現各種重啟、調檔、回退，甚至握手失敗。2個充電口的 V-Bus 開關管用的是一顆私印 ZT090P03Q 的開關管，下面還有一顆，一個管 A 口，一個管 C 口，廠家是沒有查到的。再配上2顆 R005 電流採樣電阻做電流檢測，還有就是2個充電口都配置有 ESD 防靜電2極管。這套輸出級用料說它能用是沒有問題的，同步整流、固態濾波、ESD 防護鏈都在，但它最大的矛盾在於協議層的野心明顯大於電源平台的體格。兄弟們，測試片和拆解片到這裡，這台樂利之美第3代45瓦的全協議充電器可以用一句話來收尾，它把全協議當成宣傳口號，但是硬件的底盤只能夠當一台小功率電源，最後只能靠調檔和保護把體驗拉回現實。前面測試片裡標準負載它能扛，紋波也能壓住，說明它不是做不成電源。一旦到了真實的手機使用场景，握手能點亮大功率的圖標，隨後就是調檔、回退、重協商，甚至反復重啟，這不是兼容性差4個字能糊過去的。這一期拆解片我們拆開看原因，其實也不意外啊。主電源平台用的是36瓦級別的和風氮化鎵方案，卻要去承擔45瓦級別的持續輸出壓力，再疊加小體積，熱餘量本來就很緊張。協議端把各種大功率私有協議走在前面，功率級和熱設計跟在後面喘氣，翻車就成了必然的結果。更離譜的是，它的標配線結構和材料取捨非常省，這會把高電流工況下的壓降、發熱、長期可靠性這些問題進一步放大。所以跟我們建議，我說的直接一點，別以為標準全協議就是全能，可以省心。45瓦這個級別，把 PD/PPS 調校扎實，就已經是合規全兼容。把溫控做穩定，把線材和做工做靠譜，能長期跑穩，熱了也不掉鏈子，這才是真正的省心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齋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